這支影片為有收集嗜好的朋友們介紹 Minimal 樣式主題。Minimal 主題在 4.4.0 版時引進了卡片格式，透過卡片格式，我們就可以在 Obsidian 裡建立清晰、簡潔而且美觀的卡片，諸如電影清單、書籍清單等，都能夠在建立完整資訊的同時，在經由 Data View 的整合，我們也能夠做各種不同的查詢條件，也能夠根據不同的欄位來做資料的不同的排序顯示。如果在使用 Quick Add 的劇集的話，我們更可以直接由 IMDb 的網絡服務直接建立影片的筆記。這樣子可以大量減少我們輸入影片的一個時間，因此有整理資料、收集物品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了今天的這一支影片。我們先來看一下 Minimal 主題的卡片格式可以呈現出什麼樣子的結果。首先我們會先每一個不同的影片會有自己的一個筆記，然後我們在我們的影片庫的這個筆記裡面，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Data View 把不同的影片呢給收集到我們這個影片庫的一個統整的筆記裡面來。比如說我們這第一個，這一個呢是使用 Data View 的 Table， 它就是從某個標籤把所有的資料都給整理出来。那這個是所有的影片。那我們也可以去針对只要取出动作片或是喜劇片或者是喬治盧卡斯的影片等等，我們都可以透過 Data View 呢就能夠整合出来。那这樣子的結果在我們閱讀的時候呢，它就會變成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卡片的形式。那這樣子對於我們需要做一些資料整理的時候呢，就可以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我們也可以透過 Quick Add 的一個 movies.js 的剧集，我們先點一下我們按一下 Ctrl P， 然後我輸入 Quick Add， 我這邊已經建好了一個 Quick Add 的一個劇集叫做 movie。它在這邊呢可以讓我們輸入 IMDb 裡面的影片的片名或者是 IMDb 的代碼，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出我們要的一個內容。比如說我要找 Star Trek， 那我就輸入 Star Trek 的英文，然後再點擊 OK， 它就會把所有 Star Trek 的影片或者是影集全部都列出來，然後我們選擇了某一個影片以後呢，直接按 Enter， 它就會把這整個內容呢從 IMDb 的網絡資料庫呢幫我們產生成我們本地端的一個筆記。那透過了這個筆記以後呢，我們只要再進入編輯狀態，給它一個標籤，比如說我們這個標籤叫做 Movie 點號 IMDb， 然後有了這樣子的標籤以後呢，我們在我們的這個影片庫裡面我們再進入實際預覽狀態，就可以看到剛剛的這一個新加的 Star Trek 呢就已經加到我們的影片庫的這一個筆記裡面來了。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一個內容，基本上就是它的呈現呢是透過 Minimal 主題，透過 Quick Add 從 IMDb 直接截取影片的資料，然後再透過 Sortable 這個外掛呢就可以做排序。但是目前這個 Minimal 5.0 的這個版本它這個 Sortable 似乎有一些異常没有辦法正常的運作。但是看以前的影片 4.4 的影片，它這個可以排序的功能应該是正常的才對那這個可能等將來也許改版以後才會恢復正常。就是這樣子的結果呢，我們就可以做很方便的一個影片庫或者是書庫這樣子的資料整理了。下面我們就用影片庫來做一個介紹我們要建立影片庫呢，我們首先是使用 Quick Add 來取得 IMDb 的資料。這個 Quick Add 的操作呢，首先我們會先需要建立一個影片的一個模板，以後我們每個從 IMDb 取回來的影片就會透過這個模板產生成一個獨立的筆記。然後因為這個我們要取得這個 IMDb 的內容我們是需要一個 Open Movie Database 的一個 API 的一個 key，因此我们会需要去申請一個 API 的 key， 然後接着我們就要可以新增一個 Quick Add 的 movie 的劇集。那在這個劇集建立好以後呢，我們就再來新增 Quick Add 的一個 choice 的選單。那有了這個 choice 的選單以後，我們就能夠用 Ctrl P 來直接執行這一個 Quick Add 的 choice。接着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一個 choice 有沒有正常的運作。接着就是我們的 Minimal 樣式主題呢，我們要怎麼樣子來使用它。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整個影片要介紹的完整的內容。
在 Quick Add 裡面我們首先要先建立的是一個影片資料的一個模板透過這個模板我們可以建立我們不同的影片的筆記。我們要首先就是使用了標準的模板因此我們要在外掛選項的模板裡面要指定好我們模板的資料夾的位置。那在這邊呢，我是設定成是 templates， 然後在 templates 裡面呢，我們新增一個檔案叫做 template-movie.md， 那它的內容就是下面這樣子的一個內容。好，那這個動作很簡單我就不特別去做展示那就是說在我們的這個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下面，我們會建立一個 template-movie.md 的這樣一個筆記。那這個內容呢，就是直接從解說文章裡面你直接把它給貼進來就可以了。我們這個第一個動作就是建立這個模板。那第二個動作我們就是要去申請 Open Movie Database 的 API 的 key。那它的申請很簡单我們就只要打開它的 API 的這個申請的網址，然後呢輸入它需要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可以點擊這個 free 它這樣子就會每天就是只能讓你查詢1000次，然後再輸入你的 email， 還有你的名稱，然後你打一下你要做什麼使用，然後再送出，你的電子信箱就會收到一封它寄出來的 key，含了 API key 的 email， 還有啟用的鏈接。那你直接點擊那個鏈接來啟用這個 API key 以後，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來查詢了。那這是第二個步驟我們要去申請這個 API key。我們接着再來操作 Quick Add 的 Movie 聚集首先就是去指定的這個位置去下載 movies.js， 并且把它儲存到你的儲存庫的任何一個位置裡面去就可以了。然後接着我們就是進入 Quick Add 的外掛選項，再去點擊 Manage Macros 來維護我們的聚集。我們進入設定裡面找到第三方外掛的外掛選項裡面呢，找到這個 Quick Add 那在這個 Quick Add 的畫面裡面我們再點擊這個 Manage Macros 來管理我們的聚集。那我們再新增一個新的聚集比如說叫做 Macro -movie -demo。好，那这個就是我們新的一個聚集，點擊 Add Macro 把它給加到我們的聚集的清單裡面來，然後接着再點擊 Configure 來做進一步的設定。那我們第一個動作我們這一個聚集它會做2個動作。第一個動作就是去執行 movie.js 這一個腳本檔。好，然後我們輸入好以後就把它按 Add 上去。然後有了這個腳本檔它會從 IMDb 去取回我們需要的影片的資訊。然後有了這個資訊以後，我們就要使用這個 template 來建立一個新的筆記。因此我們第二個動作就是要指定一個模板檔給它來使用。好，那我們先再來修改這個 movies 的設定就點擊這個齒輪，在這邊你就把前面申請到的 OMDB 的 API 的 key 輸入到這個裡面來。記得你剛剛的 email 應該已經做好啟用了它才會生效。然後接着就是來修改這一個模板。那我們就點擊這個模板，那在這邊你要去指定到你的剛剛建立好的這個 template-movie.md 這個模板檔要在我們的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裡面要先有。然後接着我們來指定我們的檔名透過這個模板產生的筆記，它的檔名是什麼那這個檔名呢，我們就是直接用value 然後冒號小寫的 file 然後 name。那這個 name 的 N 是大寫，它就会直接從IMDb 取回來欄位裡面有一個 file name， 它就用這個 file name 呢來當做我們筆記的檔名。接着我們就看看後面是不是要這個檔案產生以後是不是要把它開啟起來我們就點擊是，然後你的焦點要不要移到這一個筆記裡面去？是。那這邊都設定好以後呢，我们這個模板就已經建立好了然後我們這邊來改一下它的名字比如說我們把它叫做 movie template 的 choice。那我們這個聚集就已經建立好了那有了這個聚集建立好以後呢，我們就要來增加 Quick Add 的選單那它的選單呢，就是在我們右邊這邊要來做選擇。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這邊要執行的是一個聚集，因此我們就要選擇這個 macro所以這個要選擇成 macro。然後它的名稱比如說我這個 macro 我就叫做 movie demo，然後再 add choice， 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新加好的 choice那我希望在我的命令對話窗裡面會有它，因此我就把它給這個閃電符號就把它給點擊起來，然後再來做設定。在這邊呢要指定好你要用哪一個聚集那我們是要使用這個剛剛加好的這個 macro -movie -demo 這個聚集
那好了以後呢，我們這樣就新增好了我們要使用的劇集了。透過我們剛剛介紹的 Quick Add 的劇集，我們就可以由 IMDb 直接來截取出我們需要的影片的筆記。這些筆記呢，我們就可以再透過 Minimal 主題來形成卡片的形式。那我們接着就來說明一下我們這個 Minimal 的樣式主題有哪一些需要來做處理。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的筆記。首先我們在這個影片庫的筆記的開頭的 YAML 區，我們要使用這個 CSS Classes， 然後要指定它的樣式呢是 Cards， 這樣子它才會把 Data View 的 Table 变成是一個一個的卡片。然後它同時有很多個不同的額外新增的跟卡片相關的樣式，我們可以來使用。那這個解說文章裡面有把這些樣式都有列出來，比如說 Cards Cover 啊，或者是 Cards 6:9的这個比例的顯示等等等。其實我覺得比較有用的可能是這個 Cards Dash Columns Dash， 然後4到8，就是它可以指定我們一列的這個卡片要有幾個來呈現出來。比如說我這邊這個本來是減號4，我把它改成減號6，它就會變成一列呢會有6個卡片。那我如果需要讓這個圖片顯示比較大呢，我就把這個數字減小，然後就是一列呢就會顯示是3個卡片出來。那這個就是使用這個 Minimal 主題會呈現的卡片的樣子。今天介紹的這幾個我們需要的外掛就是會需要 Minimal 樣式主題，這個應該是在外觀裡面設的，它應該不能講是外掛啦。但是 Minimal 新版的 5.0 它有新增了一個 Minimal 的 Style Settings 的外掛。那我們有需要針對這個 Minimal 樣式來做一些額外的設定的話，可以啟用這個 Minimal 的 Style Settings 來做設定。除了這個樣式主題以外，我們還需要 Data View 這個外掛，然後還要增加這個卡片排序的 Sortable 這個外掛。那有了這3個外掛呢，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我們需要的這個卡片的形式給呈現出來。今天就是介紹這一個 Minimal 的 Cards 給各位，希望對有需要做這個卡片形式來呈現資料的朋友會有一些幫助。謝謝各位。